比特币为什么下跌？比特币还会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2张多单。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入场价格呢，在$44,900美金，一直拿到现在$67,000美金左右。那么以太坊呢，我们从$2,000美金一路拿到现在的$3,500美金，即使我们的利润呢有相当巨额的回撤了，不过我们现在呢依然掌握着800万台币左右的利润。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个利润还不错，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哦，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那么最近呢有跟 OKX 举办的活动，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美金的体验金啊，等于说1:1了，你可以看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你可以发现我们最近呢确实在一波下跌，而且这波下跌呢，它回落的幅度一点都不小。你可以发现，我们从最高点呢到最低点呢，这个回落的幅度已经来到了18个百分点以上了。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晚上呢，由于 FOMC 的会议释出了一些鸽派的消息，所以盘面呢它往上走。不过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波下跌是为什么，以及它会不会持续的下跌呢？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把焦点呢重新转移到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流出的数据上。你可以发现呢，我们最近3天啊，它都是连续的流出。没错，最近3天都是连续的流出，而且其实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在这3天就出现了，在5-6天前就已经出现了。因为从5-6天前呢，我们的净流入量呢就急剧的下滑。你可以发现呢，自从我们之前呢，在3月12号创出顶峰过后呢，我们的流入量呢，它就急剧的下滑，一直到3月14号的时候，已经所剩无几了，眼看就要被空头反超了，也就是我们流出的数额呢，流入已经无法抵挡了。那直到我们到了3月18号的时候，正式转为净流出，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比特币上涨呢，都是依托在我们过往呢，比特币现货 ETF 能不断持续流入的基础之上，它才有办法上涨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如果我们去复盘一下这个图表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流出呢，它真的完全的掌管了，或者说统治着比特币的价格波动。你可以发现我们大约在1月16号一直到1月26号这一段时间呢，比特币现货 ETF 它都是不断的流出的，那有流入也非常少。那还有我们现在呢，3月14号一直到现在，它也不断都是流出的情况。其实这2段时间呢，比特币它就呈现下跌，你可以观察，所以这2者呢有非常强烈的相关性。那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相信这个一目了然相当的清晰。我们从1月16号，然后一直到1月26号这段时间呢，没错，它就是我们在下跌的这段时间。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货 ETF 它开始流入减少的呢，时间就是3月14号，没错，3月14号就是我们阶段性的高点就在这个位置，那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不就是我们每次下跌都是 ETF 流出吗？那你可能会说，前面这个下跌它是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下跌是由于大家对于灰度抛压的预期所致的。那当然灰度会有抛压，这个是一旦讨论到 ETF 呢，就一定会讨论到这件事情，所以有这个下跌呢，也不足为奇。那其实中间这段上涨呢，没错，就是我们 ETF 流入呢最为猛烈的时候就是中间这一段完全没问题它完全是对得上的。那如果你说这再是巧合这个也就太牵强，它就是完美的相关。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我们必须把这个流入流出来分别拆开来看。你可以发现呢，在零轴之上它很明确，它就是流入；那在零轴之下呢，它就是流出。所以你可以发现主要流出的 ETF 呢，它就是灰度不断的流出，那其他的 ETF 呢不断的流入。那其实这之间呢也有一些猫腻，也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流入，它并不是真正的需求，而是呢由于它从灰度卖出的这些 ETF 呢，来换仓到了比较大型的，比如说像贝莱德、像富达等等的 ETF 当中，因为毕竟手续费比较低，这个是最直观的这个也是最基本的，所以就有不断的换仓产生。所以其实我们只要观察它的净值就好了。那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中间上涨比较猛烈的这段时间呢，灰度的流出它是大大的降低的。那这也给比特币的上涨呢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那其实我们一
开始上线的时候，就是我们从1月10号，然后往后几天呢会下跌，其实就是由于灰度它不断的抛压。那还有我们最近呢，其实最近的情况是灰度呢不断的抛售，只不过当时还有很多现货 ETF 流入，那现在这个流入的力量消失之后呢，灰度的力量就被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灰度流出的力量。那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流出的力量它才会结束呢？好，那其实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下面这个图表，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下灰度呢，它在整个市场的份额有多少，那我们才能观察它这种影响呢会持续多久。我们可以发现灰度它在 ETF 上市之前呢，它的 market share 也就是市场份额呢，大概是99%以上。那我们经过了 ETF 通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过后，对不对？它的 market share 呢不断下滑，那它把它的市场份额呢都分给了贝莱德还有富达这2间公司，其他当然就比较小了，我们就先不讨论了。那你可以发现呢，贝莱德现在掌管了大概是160亿美金的这个比特币，那灰度呢大约掌管了240多亿。那我相信很快它就会进行反转，那反转是一定会发生的，必然发生。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呢灰度它很快的从这个排行榜上面呢慢慢的被挤下去，甚至从这个排行榜上面呢到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那么到时候灰度的流出就再也不重要了因为它也没有币可以流出了，它都已经被其他 ETF 给接管了。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数据，也就是灰度的流出会持续多久。那当然了，到了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呢特别关心、特别在意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ETF 它开始贩售以来呢，一直到现在，其实比特币的价格是在不断的上涨的。那我们要观察一下，在这段时间呢，买入比特币现货 ETF 的这些投资人，他们的行为在接下来就会面临考验。什么考验呢？毕竟之前都是赚钱的，我只要买了它就是涨。那比特币的价格呢，在他们的成本价之上，那这当然没问题但如果说比特币的价格到了他们的成本价之下，他们会怎么做应对呢？那这其实就是要怎么去区分要区分他们是短期投资者还是长期投资者。如果说是长期投资者的行为的话，那么对于比特币当然就是一大利多。但如果说比特币一下跌，一跌破了他们的成本价，他们就抛售的话，那这对于比特币市场就会是很有震撼性的一个利空消息因为你可以看到呢，黑色的图表它代表的是比特币的价格，那蓝色的图表呢，蓝色的线它代表的是这些购买比特币现货 ETF 他们的平均成本价。那当然了，它是通过量能去加权的，不过它并不是透过逐笔交易去加权，它都会有一些误差。不过这个误差呢，它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那它是比均线要来得更为精确的一种表现方式的一种数据的计算方式。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描述，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事实这红色线呢，红色线其实我认为才是真正值得参考的成本价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它这个 XGBTC 是什么意思Exclude GBTC， 也就是有一些 GBTC 它就只是左手倒右手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开了一张多单又开了一张空单，仓位价值一样，那等于你就是没有开仓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左手倒右手的均价呢给消除，我们就会得到红色的这个成本均价也就是大概在$55,000美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就面临考验如果说比特币的价格呢，它要低于$55,000美的话，那这些人他如果就进行抛售，或者说比特币现货 ETF 就不再继续流入的话，流入的数据受影响，那么各位朋友们，比特币的价格呢就会持续的下行，而且呢会形成负向的循环。也就是当比特币价格走跌，那么远低于了这些购买的人的均价的话，那他们就持续的抛售，那比特币现货 ETF 又没有持续的流入，就会影响比特币的价格持续的走低。那当然这些购买比特币现货 ETF 的人，他一定是散户，一定是散户他们的成本价在$55,000多。那其实我们在市场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参与者。那当然，我们最熟知的庄家呢，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建仓呢？其实现在的盘面已经很明显了，他们的建仓价就在3万下方。所以如果你的成本价也是在3万下方的话，那其实是很安全不会到的如果说到了3万下方的话，那其实这轮牛市就，除非这轮牛市结束了，不然不会到的。那你可能会说，
做市商能不能控制价格？其实做市商也是可以的，只是做市商他控制的是短期的价格啊。比如说现在是66904，那我们在短期之内啊，比如说在这个1分钟、2分钟、5分钟，能不能涨到67000？那确实做市商可以决定，但庄家他决定的是现在67000左右，我们在2个月后会到8万、9万，还是会到4万、5万？这个是庄家在决定的。所以市场有很多的不同参与者，我们必须把它区分开来，个别讨论，我们才能了解市场的行为。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哦，对了，我们最近呢频道开通了会员功能，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如果加入比较低价位的呢，你可以有图文观点，还会送你科比托跟 Bybit 联名的上亿一件。那每年呢会举办一次实体活动。如果说是比较贵的版本呢，就是升级版，我们会有会员专属的直播、会员专属影片，还会有 Bybit 的周边套组，有上衣、有帽子。那每半年呢会举办一次的实体聚餐，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拜。